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啊！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2日晚间18点3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那昨天晚间道指出现了一个1.6%的上涨。这根阳线呢，杀死了我们之前行情当中的一个8节阴线组。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下跌过程当中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呢是标志性的阴线，有了悟空阴线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出现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修，到达目标点位32000点啊，也是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位置啊。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反弹行情，这个反弹行情呢杀死了8节阴线组啊，但是呢仍然没有将这个悟空阴线啊打败，所以呢目前行情仍然是一个下跌趋势啊，仍然有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趋势上的判断啊，并且呢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周线级别啊，周线级别它的反弹过程呢是在28660点啊，也就是下跌通道的底边线位置发生了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走出了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啊。周线级别反弹西游完成之后，道指的价格进入到21年5月份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啊，在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开始回落。回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组啊，那么这轮行情啊，仍然有可能出现啊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并且呢，这轮下跌可能延续到周线级别啊。那么目前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了。8节阴线组啊，目前正在进行的是8节阴线组，那在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最终让道指重新回到它的主要的下跌通道当中来。那如果回到下跌通道啊，可能会发生与2020年2月互相平行的一个极端行情啊，一个极端行情。所以呢，明年的走势有可能啊走出这样的极端行情会非常难看，但我认为美股啊还是长期的牛市啊，所以呢，在极端行情之后，就是我们啊抄底建仓的一个时间点。那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势必会影响到比特币的行情。我们回到比特币。那在目前来看啊，4小时级别上啊，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非常窄幅的震荡整理过程当中。那目前的震荡呢，它主要受制于压力线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在17000点啊，构成了它目前啊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在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啊看到了底边线位置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这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谷法则啊，非常容易出现新低，但是这里没有出现新低啊，结构出现之后，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的位置上发生了一轮反弹，这个反弹时间级别是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站上了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啊，然后到达了18300美金啊，这18300美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是由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那么当前行情位于接近17000美金的比特币啊，目前啊主要的做空位置啊，我们在之前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就是17000美金到1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你在17000美金附近布局一个空单之后啊，在上方的这个主要压力线上也要布局空单。那再往上一点点呢，是19500，这条压力线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19500美金这个位置上是上轮行情啊4次波谷形成之后发生的一个下跌的位置，所以呢，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它存在3重压力位啊，分别在17000美金啊、18000美金和19500美金啊这3重压力位，所以呢，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非常难进行突破。如果一旦出现反弹行情，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机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是在大的时间周期上，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啊，我们看到10月底啊、11月初的行情当中啊，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阴线啊，也叫悟空阴线。
那么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个标志性的阴线啊进行的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趋势的判断。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有这样的预期：悟空阴线组走完之后，会有八阶阴线啊、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有可能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啊。所以呢，在趋势下行的情况下，分仓进场，分布式布局我们的空单啊，把每一个仓位都设置止损啊。顺应趋势啊，找到位置合理布局仓位啊，设置止损啊，最终呢，你可能获得啊这轮趋势上的利润啊，还是比较好把握的。那基于这个行情的判断方法呢，我从大概是35000点以上啊就开始这样分析啊，几乎每次都能把握大的趋势和大的行情。大的肉呢，一般都能吃到啊，所以呢，当前行情没有到达我们目标点位之前啊，仍然以下跌趋势啊为主要获利方向。如果比特币啊能够站上2万美金以上的时候，才是多头有可能发育的时间点。那目前行情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啊，仍然要以做空为主。以太坊目前主要的支撑线呢，目前是在1150附近啊，在这个位置反复震荡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叫拓展性序列啊，所有的资本呢都会在1150附近啊进行抄底，但是这个位置目前已经非常危险了啊，原因就是啊，行情已经走到了一个焦点位。那这个焦点位呢，我画的不是很精准啊，因为行情当中它会有非常多的毛刺现象，所以呢，目前以太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在10月8日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快速下杀动作啊，这是从1700美金啊快速下跌下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阶阴线，那么后面所有的 K 线呢，我们看到连续40几天啊都是围绕这个八阶阴线啊做的震荡啊，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行情当中啊，根据这个下跌西游的走势呢，就可能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完成本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周线级别上，自从8月份啊8月初的行情当中，就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啊，悟空周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阴线啊，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啊，那沙僧阴线组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1100美金的这个最后的支撑，我认为会跌破，最终呢迎来唐僧阴线啊，完成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如果这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得以最终完成，势必会跌破1100美金，让价格回到800美金附近。同时呢，如果这轮下跌得以延续啊，得以出现平行的结构它可能会走出从4到6月份啊这一轮快速的下跌过程啊，最终呢让以太坊的价格来到我们的目标点位啊260美金。那今天我们的多空指标的这个系统啊发生了报警啊，就是 Luna C 出现了一个多头的信号啊，然后我就打开 Luna C 啊，看到了 Luna C 呢正在进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系统啊，就是它的15分钟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所以呢，当时我就提示会员群朋友说0.000132附近啊，如果它能站上绿色线啊，也就是15分钟级别1690均线啊，到达这个目标之后啊，多头开始会发力啊，在这里进场之后啊，把止损设置在3个0 130啊即可。然后呢，一路上涨，大概获得了7%的利润啊，最高7%的利润。那目前呢，Luna C 上方的主要压力位，我们可以用小日线看到啊。同时呢，我也在会员群说了，是142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压力，原因就是这个小时线级别的1690均线啊，在142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要适当减仓。那么这个行情的波动啊，它往往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啊，只有突破了就是类似海龟战法也好，缠论也好，我的 K 线西游战法也好，
只有发生了事实上的突破啊，你才是可以进场的机会。那么非常明显啊，15分钟级别它虽然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动作啊，但是我认为15分钟级别的这个169日均线啊，也就是131的这个位置上啊，它是存在压力的。只有打开了132啊，就是价格上到了132以上，它才事实上出现了突破。所以呢，我提示VIP 赶紧去进场这个可以做一个多头或者现货那最终呢得到一定的获利那么一个时间级别我们做完了之后进场了之后，我们要立刻把时间级别切换到下一个时间级别。那我常用的时间指标呢，只有这几个5分钟、10分钟1分钟从来都不用，5分钟、10分钟、15分钟、1小时、4小时、1周1日、1周就这几个时间级别。那15分钟级别发生突破之后立刻把时间级别调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很容易就发现了我们的均线设置到144169就能看到这里142这里是存在压力的存在压力之后，我们如果发生了获利在这里面适当减仓，减仓之后如果再次发生突破，那还有机会。下一个压力位呢，就是它4小时级别的压力位那就回到了162附近所以呢，对这种突然而来的上涨和下跌呢，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均线去控制，然后呢，你要把时间级别做来回的切换，就非常容易找到快速波动的行情里面的这种容易掌握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